烈焰熊熊，杀声震天，打开船舱，武器满箱，却有一狗身死当场。看到银器，兴高采烈。被咬士兵全身发冷，双目泛红，疲惫不堪，吃饭没够，总是口渴。深夜之中，媳妇赶紧打水回来，却看见转化丧尸开始四处扑咬。3天之前，接头人来到西洋船上进行军火交易，火绳枪威力无穷，火药满满，武器精良。笼子之中关押一人，中了病毒，很快变成夜鬼。老外坚持第2天交易，接头人回到联络点，拿出武器，600支枪足够扫清秦国军队。众人准备去找老朴商议，却没想到兵部老大老金已经包围这里，当即上报朝鲜王老李。一听是要对秦国动手，老李怕自己深受牵连，赶紧开始审讯反贼。纵然手段毒辣，这帮人却不肯说出幕后主使。眼见手下人受罪，世子自知难逃罪责，写下遗嘱，让手下老朴交给弟弟。而后来到老李面前，承认自己是幕后主使，恳请老李放过众人，而自己则直接剖腹而亡。老金则当即下令灭掉西洋商船，拿去武器。这才出现开头一幕。李清从小作为质子，在大清国生活，本来无意皇权，收到世子来信，只能回来。但是大白天，作为重要港口的寄物铺却不见一人，连个活物也没有。火堆之内居然全是尸体。皇宫之内，老金负责安排各种军队事务，并且告诉皇帝李清回来了。老李一听不高兴了，以为李清是自己先回来，想继承世子的身份。回到后宫之内，自己宠幸的嫔妃徐英故意诋毁世子夫人庆妃，并且还为老李占卜，暗示关押庆妃。而李清主仆2人走到夜晚，仍然没见一个人，正在村庄内私下找人，准备找口吃的。老金这里也却似乎在喂养着什么，没想到徐英却深夜来访，原来连他也是老金的爪牙。老金冷酷无情，他不仅要对付庆妃，而且也安排人马对付李清。两人说话间，一队禁卫军前来迎接李清。李清一看来人，就知道对方并非禁卫军，随后抽出大刀，果然不错，众多杀手直接杀来，双方开始混战。这李清虽是浮夸浪荡，但是身手确实不错，而且对战期间忽然正是已经异化的丧尸大军，这下子把李清都搞得糊涂了。一众杀手也是一脸懵，眼看丧尸全部围了上来。来人个个武艺非凡，为首正是世子手下老朴，而受伤的杀手也骑马离开。老朴向李清报上家门，告诉李清丧尸必须砍头或者刺穿心脏，咬过尸体必须焚烧，不然还会活过来。这种丧尸像瘟疫一样，被咬之后就会传播。来到众人的暂时据点，房间之内均是被关押的即将变异之人，朝廷丝毫没有作为。老朴希望李清继任世子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可是李清只是为了回来完成哥哥遗愿，并不想担任什么世子，说着便义无反顾地离开。老朴一脸惆怅，据点的粮食也基本快没了。受伤的杀手来到老金这里，告知了路上遇到丧尸，李清被丧尸生吞活剥了。老金一听他被丧尸咬了，便直接把他踢到了地窖里，而后让手下叫来了徐英。徐英来到接头地点，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老金，而是打开的地窖，正在徐英四下查看。第2天，李清来到茉莉面前，开启撩妹模式，一直说着大清国的好，茉莉却直骂他下贱。牢笼之内已经有丧尸产生变异，皇帝老李正在用膳，胃口大好，说自己梦到仙女来到自己身边，一众老婆都在附和。这时徐英开始变化，侍卫上前，最终将女人一刀带走。李清拿出大哥遗书，决定回宫向皇帝禀明此事，以便皇帝派兵前来。随后茉莉和老朴几人一起前往都城，结果走到杨花津，看守渡口的长官告诉李清，来自寄物铺的人一律不准通过，这是皇帝的谕旨。李清软磨硬泡，就是不行，只得让所有人留下，自己独自前往都城。老朴提醒李清小心老金，前面来的杀手也是他派的，而自己大哥也是被老金等人逼死。老金这里正在告诉众人，秦国的使团马上要来，大家一定要做好迎接工作。而手下告诉他，寄物铺传来消息，李清还活着。皇宫之上，李清拜见君王，说出寄物铺的丧尸之乱，恳请皇帝给予士兵出面平乱。而李清第一次见到了老金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老金回来抓紧部署，600条洋枪总算派上用场。李清来到嫂子这里，恳请嫂子跟随秦国商船离开，一定要保住生命和府中之子，自己一定会血刃仇人。想起往日大哥种种，不禁心生感叹。突然手下来报，老朴居然被以逆贼身份抓获，而老金也赶来。皇帝收回了命令，寄物铺没有丧尸，只有狂犬病，而逆贼老朴也被抓获了。
清朝使团要来了，李青和庆妃也要参加。眼看庆妃再次被软禁，老金告诉李青，还是静悄悄离开吧，这样的话我放你一条活路。老金这波确实牛，而且杀人诛心，让手下告知李青，老皇帝吃饭时遇到袭击的事。李青一听就明白，皇帝也很快成为丧尸。李青直接来找御医，再次确认了皇帝被药细节，直接赶往宴会之地，要救嫂子出来。而老金已经放出丧尸，准备在这宴会上大搞一波。老金还附庸风雅，在宴会上赋诗一首：山昏月未明，木落双出江，何处夜归人？一拳回想想。老李深度转化，立马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大清史官也看傻了，老金一刀入魂，杀得名正言顺，而且老金还告诉秦国使臣，从今日起，朝鲜不再是附属国。丧尸出动，而老金的火枪队也来了。李青手持大刀，连砍带杀，护着自己嫂嫂，一路向外砍杀，手下带来马匹，李青赶紧离开。老朴这里正在受到拷问，李青进来直接告诉众人，丧尸来袭，必须封锁皇宫，不能让丧尸出去，让内禁军立即组织人马接战。眼看进来的丧尸越来越多，老朴赶紧把手下放了出来。而皇宫东南禁卫军也摆下阵势，老金这里也来到自己据点，他终于露出了老虎的獠牙，告诉这帮大臣，丧尸过后，他将建立新王朝，进行新的改革。有大臣质疑这是李氏的王朝，结果直接被一枪带走。而皇宫内各处的丧尸都展开了攻击，超强攻击性让人无所遁形。李青一行人被堵在监狱中，眼看着丧尸已经冲破牢门。众人取下一块铁栅栏，拼死堵住，一帮人总算突围出去。清晨时分，经过一夜苦战，禁卫军总算守住大门，而丧尸也赶紧逃往阴暗之地。老金等了一晚上，现在终于可以出手，正在安排白天的行动，却没想到一个丧尸突然出现。尽管老金武力值爆棚，直接杀死了丧尸，但是自己的手却被咬到。旁边的大臣一看就要结果老金，却被老金直接反杀。老金甚至连手下亲信最终也一刀带走。看着被咬的手，老金是又恨又气，到手的鸭子终究还是飞了。李青带领众人焚烧尸体，而禁卫将军自知被咬，恳请李青砍掉脑袋，但是要请军队回来，少不了他的帮忙。李青决定血战皇宫，承担起王的职责，决定在皇宫设置陷阱，在仁政殿设置炸药，引诱丧尸，最终炸掉他们。老金则砍断左手，自己狂吃中药，时至今日他还梦想称王。披上龙袍，他已逐渐发生变异。李青来到老金据点，直接走到地窖找寻西洋火药。走到地窖深处，老金正在其中。老金俨然成为丧尸之王，两人赶紧堵住地窖大门。老金王者归来，而手下太监却被抓住。众人将炸药带回，但是天色却阴云密布，丧尸们也趁机走出。老朴已经被咬，决定留下点火。老朴在仁政殿敲响大鼓，众多丧尸涌了进来。已经异化的老朴终于点燃火把，却被老金一刀带走。李青眼看炸药没炸，拿起宝刀，一路骑马飞奔，直接冲往仁政殿，一路砍瓜切菜，终于来到殿内，直接敲响大鼓。越来越多丧尸向这里涌来，李青一边砍杀一边击鼓，眼看要点燃火苗，老金却直接上前，而茉莉也赶来助阵。眼看李青退无可退，直接飞身走上横梁。火焰终于点燃，李青走到屋檐之上，与丧尸之王老金展开了最后的决斗。眼看快被掐死，一刀入魂，李青终于爬了上来，而军队也终于赶来，丧尸终于被团灭。